我的影片之前也拍过，医院附近就是老人圣品哦。好，那就造成了实际上的现象就是，你看我们高雄市，高雄市的高一附近的透天都怎样，有行无市啊，都没有人要卖了哦。那一旦有人要卖的话，那出来那个都不是行情啊，那个银行建价都建不到了，就好不容易有一个要卖，那你要不要买？你不买，人家就抢掉了哦，就是这样。好，那边有透天产品跟电梯大楼，那电梯大楼比较受欢迎嘛，因为不用赶垃圾车。好，台北当然就你不要讲台大医院附近的我们讲就车程比较远的地方，比方说北龙北龙又有北龙的地位台湾最强的医院什么重粒子治疗啊，为了要开那台机器啊还要在山后面拉电塔，专用的馈线给他用啊最强医院。附近的房价都很恐怖那个已经不是叫昂贵，那叫恐怖了有行无市的。可是偏偏就在台中，真的我还查了一下而且这个我观察到很久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个情况。台中的医院中龙嘛台中的医院讲中龙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嘛它不是什么国军体系的医院啊，可能以前是啦，但是现在大病或开大刀不是都要去那里中龙的旁边，真的就是旁边走路会到的地方，为什么还那么多一坪30万以下？很奇怪呢。医护缺工警报，医疗荒拖累蛋壳区域房价，买房前必看关键分析。先说结论缺护理师啦未来真的会影响到房价，但现在还不会发生。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上一支影片聊了高雄民宿增加速度全台第一，如果你还没看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来跟你讨论，医护缺工会影响房市吗？这次来聊一个新闻，来标题我念一下：偏乡医疗告急，还敢买房，网炸锅，医疗退场，城市也会死。那内容是这样就是有乡民在 PTT 的房版里面讨论说，台湾因为高龄化跟护理人力的外流，护理人力外流这个外流去哪里？这个我八卦的时候好好讲。那导致一些中小型医院出现了有病床但没有人顾的情况。那现在65岁，台湾65岁的长者已经突破了400万人，你爸妈应该就是嘛。那未来的医疗资源只会越来越捉襟见肘，也就不够的意思然后就说这样以后大家都会往大都市挤，工作机会是一回事医疗的问题是性命攸关。反正最后的结论是，以后偏乡的房子都会卖不掉，怎样怎样又怎样的那留言底下留言就说偏乡也不是多偏不是说什么丰港啊高雄那马夏湖内啊这种真的是乡下的地方这种的，他讲是屏东呢屏东。所以你要知道台湾的医护缺工有多严重，那我们就来讲说医护缺工的这个问题到底有多严重那我们先看这张图，屏东县卫生局局长张秀君说，执照护理人员共31万人，实际在临床执业者仅19万，高达40%的护理师就不在临床领域。也就是说有40%的护理师他是有牌，但是他不做护理的工作，他跑去做别的工作，这个占比真的很高那我也相信这是真的，因为我有朋友就是护理师，然后他现在也不做护理师了。那不做护理师，他也不是跑去什么工程师公务员在职进修什么有的没的，然后转换职业跑道，没有他去做业务助理。那我们聊天的时候，我就问他说你这个护理师然后你现在做业务助理，这个薪水又没你之前多，也不是你的专业你干嘛做这个？然后他就说这个做起来很轻松没压力不用轮班不用夜班，特别提到不用夜班，然后可以再也不会比病患的家属还这样，也不会有性命攸关的问题。那我相信我这个朋友绝对不是第一个这样子想的，然后他也有讲就是他的也是有学长的学长学姐也很多都是不在这个医疗领域就对了。那你看40%的护理师都跑去做别的工作，那几乎就是白费了他之前的那个进修呢，然后国家的教育资源也等于是浪费掉了。然后还有另一个状况同时在发生护理师的离职率不断拉高。来你看这张图，这张图是疫情前医院护理人员常态空缺率5%疫情后增至7%，离职率由疫情前的10%提高到12%。这边讲的都是医院不是一般的小诊所。那现在发生的状况是说，医院的护理师长期补不满，然后离职率就不断的攀升。我会看先猜这很好判断吧，
就人补不满，然后怎么样？然后就大家都过劳啊，过劳就怎样？又离职，就恶性循环。最后你要知道是否会影响房地产市场哦。先说结论，长期必然会有影响，但是不会造成短期的崩跌。我们先来看远流在2018的专辑哦，我会把网址放在资讯栏，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可以点开来看。标题我念一下：全台368个乡镇区，134个濒临消灭危机哦，这是讲人口老化、人口往都市集中的状况。那未来会发生什么？未来会发生这个地区就真的没有人哦。例如说，最常被我拿出来讲的高雄纳马夏，陈其迈市长他说这是神在住的地方哦，在原住民话里面，纳马夏又被点名了。那这个消失也不是说什么，你明天起床它就不见了哦，它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但是根据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些资料，我会说有一些地方可能要小心哦，就是新兴的重划区。如果你是热闹的地方，也是俗称蛋黄，应该没事。如果你是蛋壳的重划区，可能会有问题。什么问题？就是当地新盖的医院会开不了床哦，会找不到护理师，因为老牌医院都快招不到了，何况是新医院，然后又盖在重划区这种野狗比人多的地方。这是政策哦，这是前瞻计划哦，前瞻计划里头就偏向会去盖大医院哦，有没有？金山不是也盖了台大的分院哦，云林也有台大的分院，这东西就这样来的，会补不了人，护理师就不愿意来哦，当地的医疗机能就可能会发生问题，进而影响房价。那要怎么解哦？这也几乎无解，没办法怎么解哦。我现在的看法跟判断就是蛋黄治百病，就是这样了哦。你至少要把你自己的自住弄在蛋黄，然后在医院的旁边，例如说高雄高医旁边、长庚旁边哦，你应该是未来30年、50年都不用担心这个蛋黄的大医院要怎么倒，很难倒，几乎不会倒。然后市区、正市区里头也有一些规模比较小的医院，比方说大同，我说高雄啦哦，大同或这个软综合这样，你买那旁边应该是没什么问题哦，而且很好出租。哦，对哦，这几件事情先讲，不然怕忘记。就现在不是房地产吹冷风嘛，这已经是事实了。那我自己的观察是这样哦，跟你分享一下。先说台北哦，台北市、新北市。那台北目前依然持续在成交哦，那成交的行情没有特别的高，也没有特别的低，就行情这样。只是说现在的买方分布已经变成说50%是自住换屋。哦，那50%是财富传承，投资客几乎都离开台北了。那我想这个也不赖嘛，就没有投资客在那边恶性炒作哦。那前面讲到那个50%自住换屋，自住换屋很重要的考量就是小朋友的学区哦，所以蛋黄依然非常坚挺哦。那50%的财富传承哦，那财富传承讲的就是就天龙人嘛哦，有钱的天龙人，那通常都是怎样？长辈就是看生几个小孩，然后每个小孩一人帮他们买一间这样哦，要给小孩的这种属性，所以他那个也没有要投资，也没有要炒作啦，就是保值就好哦，财富传承哦。那你有钱，你要放在全台湾最顶尖的房地产市场哦，来自住换屋或是财富传承都可以哦啊。只是说现在成交在4500万以上，已经是目前的常态哦。我居然还有观众哦，去买超过1亿的大安区房子，然后他们说我台北前辈的团队服务是非常的顶级啊，他们的家族很满意这样。对，所以你要看那些财富传承用的房子或者好学区的房子哦，你就加我前辈的 LINE 小老鼠拜台北，小老鼠买台北这样，加了你就看到他的大头贴那个是助理在顾的那他们会不定期的 po 这些房子给你参考。OK 啊，那讲完台北，讲高雄。高雄的情况是也一样，市场降温那之前的乱买乱出价族群就不见了，我认为这样很好，因为这样子我们就可以专心瞄准重大建设，就比较不会有那外行乱出高价的乱，你知道。那自从我拍了会员影片我会员影片不是说都会拍重大建设嘛，那陆陆续续我拍了高雄的重大建设有楠梓台积电到凹子底3大开发案，富邦凹子底 BOT 案，到71期4地重划，新高雄火车站，到亚洲新湾区你们观众很奇怪我拍一个重大建设，你们就跟着买一个重大建设附近。高雄我是很有信心没想到说这个观众好像比我还有信心买的比我还贵，买的比我还多真是蛮夸张
那看好高雄，你瞄准重大建设，就找我推荐的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那在高雄你要卖还是要买那你就给他们一条龙就好了，就跟我一样，我过去10几年都是他们处理的，这是真的那我付的中介费这样子加起来早就超过7位数。那你看我还是愿意推荐他们就是真的很没问题嘛很专业很 OK。他们的赖是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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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老鼠5个 go。他们有答应我说会 po 在这只赖的房子是都会挑过就是专门给买房阿元的观众。那这些房子都怎样？都适合自产，也都在重大建设旁边，你可以加那个赖来看看高雄没有台北那么贵祝你自产顺利，来高雄玩得开心，赞赞。讲八卦，就是说我今天这篇讲护理师在缺嘛其实医生也缺，而且医生缺也不是1天2天医生是这样就做资料的时候就顺便看到顺便分享一下。他们有一句话叫4大皆空，应该你有关心医疗应该都有听过吧4大皆空，哪4大？内外妇儿内科、外科、妇科、妇产科跟儿科那为什么？因为内外妇儿它很劳累，尤其是外科外科要去做手术，然后它有被告的风险就真的反正就真的是用爱发电才会去做这个工作那内外妇儿4大皆空。可是医生的培养跟训练并没有停嘛，对不对那医学系分数还是最高的。那这些医生都跑去哪里整形外科在外面开诊所，整形外科就好赚，又不扛人命就这样。那我想我们大家的判断都一样，护理师这个缺工的问题很好解决吧，非常好解决吧。他们的诉求就是加薪那疫情的时候逼他们加薪加班，到现在不是脆上还是一堆说还没拿到钱或者拿到非常非常少的钱，然后变成说做护理工作真是用爱发电，然后只要再遇到1、2件事情被家属情绪化或是被告或者有没的，那就变成离职了那就是压垮骆驼的稻草了，就这样。那政府就是没有要去解决，然后换了这些卫福部的部长之前那个前部长是陈时中他应该最了解吧，他在抗疫第一线那个医疗的缺工，那时候他要调动兵马，通通都没人给他用，对不对？他应该最了解吧。可是他上任之后好像也没有做什么改变，然后现在也是换新的部长，就是没有要去做改变。那我是认为政府可能在下一盘大棋就是说他们发现加钱这件事情只能就缓不济急啦，所以说要直接去做别的事情下一盘大棋。我宁愿政府是这样子的考量医护人力短缺，参考国外的答案国外都发生过我们台湾不是什么世界第一个发生，然后变成我们要去拓荒探险给人家抄作业我们都有别人外国的作业可以抄。根据国外的参考答案会怎么样就是本国不够用，那就会逐步开放外籍护理人员，就这样。外籍护理人，你不要再叫人家外劳了外劳应该是做一些就是你想象中的工作，人家这个是有专业的外籍护理人员就像什么，就像我们台湾的护理师会呼朋引伴学姐揪学妹这样去澳洲做护士一样，就说压力又轻，钱又多然后又很人道就对了就变成是这样。台湾的护理师去澳洲当护士非常的多呼朋引伴的去就变成说台湾在砸国家教育资源，在培养国外的人才嘛，就变成这样。这接下来如果再继续恶化下去，应该就会看得到了。因为我们劳工在缺，目前看起来解法没有什么厉害的，解法就是开放外劳抄新加坡的答案，抄得很谨慎，抄得很小心这样。台湾已经有1000个印度劳工正在工作中正在但是之前放个消息出来就预计要开放10万印度劳工就被拉喷所以这东西有做那很低调就是这样。台湾的医护人力短缺应该未来也会走这条路就是抄其他国家的答案，去使用国外的外籍护理人员。我们台湾自己人都不做，那我只好引入了就变成这样。再远一点这个远一点应该跨度就到20-30年应该就会上科技了上什么科技？护理机器人护理机器人就是走科技这条路线自动驾驶都有了然后那个 Tesla 的Optimus 擎天柱机器人就让他去学一些简单的护理这些东西20-30年的时间一定足够他发展那来解这个临床。当然你一些复杂的操作还是人类要来做但是只是送药或是去看什么2个血压，这个东西应该机器人来做就好了。好，那跟房地产的关系是什么跟房地产的关系
我自己的判断是这样，未来还是要蛋黄才会有医疗资源。你不要讲未来，现在就是这样啊，大刀都必须去蛋黄的医院来开才会有嘛。比方说花莲、台东，他们都往往遇到一些大手术都什么，如果你还能动，那就是说赶快去西部看。那如果你已经不能动的话，就直升机或是怎么样，有很多的大的刀是没有办法在偏乡，台东花莲也不算什么偏乡吧，就是这些城市里面开。好，那我长期观察中古屋嘛，房地产，我有观察到一个现象，这边就要请台中当地的那个朋友来跟我分享，因为我都看高雄，台中我真不懂。我先说一个现象就是说大医院附近，我之前也讲过吧，这是老人圣品。大医院附近的电梯大楼，老人圣品，老人太老不能开车。你看老人开车惹多少事情出来所以他们就会变成很又有慢性病要拿药他们就喜欢去医院里面去拿药去那边吹冷气坐一整天，因为他的病友也在就是那边聊天干嘛，东家长西家短我常常遇到就一票老人在那边啥也不做，然后无聊还来做义工你不知道什么了，你还会问他好，那这些老人都住附近，因为他没办法开车了嘛，然后他的儿女应该有在上班没空那边接送他嘛，所以他们很大可能就是走路来的，要不然拄拐杖来，要不然就外劳推来的，都是附近而已的电梯大楼。我的影片之前也拍过，医院附近就是老人圣品好，那就造成了实际上的现象就是，你看我们高雄市，高雄市的高医附近的透天都怎样，有行无市都没有人要卖了那一旦有人要卖的话，那出来那个都不是行情那个银行建价都建不到了，就好不容易有一个要卖，那你要不要买？你不买，人家就抢掉了就是这样。好，那边有透天产品跟电梯大楼，那电梯大楼比较受欢迎嘛，因为不用赶垃圾车。好，台北当然就你不要讲台大医院附近的我们讲就车程比较远的地方，比方说北龙北龙又有北龙的地位台湾最强的医院什么重粒子治疗为了要开那台机器还要在山后面拉电塔，专用的馈线给他用最强医院附近的房价都很恐怖那个已经不是叫昂贵，那叫恐怖了有行无市的。可是偏偏就在台中，真的我还查了一下而且这个我观察到很久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个情况。台中的医院中龙嘛台中的医院讲中龙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嘛它不是什么国军体系的医院可能以前是啦，但是现在大病或开大刀不是都要去那里中龙的旁边真的就是旁边走路会到的地方，为什么还那么多一坪30万以下？很奇怪呢。你们台中人是不生病还是什么？然后它规模那么大，我为什么说那个医院附近是老人圣品除了老人喜欢以外，还有一个效果就是它很好出租，非常好出租。一个医院要营运起来你看看那个医护人员人力就多少人了然后再加上医院的供应商你不要看说在医院靠那个医院吃穿的，除了医生跟护士，还有一大票海量的供应商我就遇过说什么那个病房里面的氧气的管线的检修跟维护，好，他们就必须要在医院旁边弄个小办公室，也不是办公室就是他真的是去租民宅，然后谁出差来就在里面睡觉然后里面顺便堆料，很多这种需求这最好了，你平常也没人对不对？他也不会用明火他也不会跟你嫌说什么楼上邻居吵，不会好，所以说医院旁边的房子这个投报都特别好。就台中我不知道为什么台中那附近的租金是一定拉不起来吗？还是怎么样？为什么那么多还在30万以下还买得到不然就开价我现在随便看看，开价还有个什么33万而已，只是很背离我的思考总之就是台中龙总，我们来花钱先去代记你知道了你跟我讲一下，否则医院旁边就很基本的操作就是买来然后就简单整理以后，然后租给医护人员就放生出租了，因为他们薪水高又稳定，好，然后就这样放着不然你就租供应商那个合约一打就非常的久，那个大型的医院又不会倒，我在那边等完以后等你要卖了，你就卖给家属，再帮自己家长辈找电梯大楼的，那样就好了嘛。对，结果以看台北以看高雄来说，医院附近的电梯大楼都没有便宜了真的没有便宜了结果为什么台中龙总附近多的是？发生什么事？有点奇怪，我是真的不知道如果你有什么想法的话，不管对错你就留言区告诉我不然的话这个让我看了我是很疑惑这个疑惑就变成说真的假的，一定是有我没注意到的地方，不然早就该被
几个投资，不要讲人家投资客或几个台商归于回台自产的台商，看一看就全部包走才对，没看到这个现象，不晓得。你最近在找室内装潢公司吗？我查到一个有趣的资料讲给你听，就是说民众啊在找室内设计公司最讨厌遇到的几个状况。来，第一个，设计师承包商收款后跑路，对吧？这确实很糟糕，因为这等于是装潢蟑螂，这就要打诉讼。可是房子还是拆在那边很讨厌这样。不过我知道有一家不会这样，因为他几千万的门市，在家装潢都是老板自己买自己装的有那个财务的实力。那现场也有直接可以挑瓷砖、挑板材的地方大门市找得到人，跑不掉。那真的做爆了的话，也兜得了底都还赔得起。第二点是施工不良，日后漏水我都施工了还漏水，这也确实很麻烦，因为都住进去了嘛。那到时候为了要修漏水，可能还影响到邻居搞得家里又要变工地。不过我知道有一家不会这样至少豪宅案子也是敢委托他们去做。那第三点是恶意追加费用，预算严重超支，这个也是很糟糕，就是通常是发生在那种跑单帮的设计师就他是先低价报价，然后把案子接进来，然后后面再一直加，反正我都拆下去了，那你不加也不行，就会感觉像被绑架一样。这个我观众也反映过非常多这种情况。不过我知道有一家不会这样，因为他们就做10几年了那这个案例上跟那个施工上跟他的售后去看他的 Google 评论评价就知道了。你刚刚看到的画面全部都是他们家以前施工做过的案例照片。接下来我都放完工后的照片给你看。先说结论台北市、新北市地区的朋友，反正就是蘆洲，他们店在蘆洲，蘆洲开车30-40分钟之内可以到的地区，那家里要装修或者自产的要装修，就找这一家室内装修公司先问问看。汉一室内装修，因为我有认识老板，那又加上很多双北的朋友在请我推荐室内设计公司，双北什么老屋翻新隔套老公寓预售屋交屋要整理要收租的，我就推荐这一家汉一室内装修。汉一陈老板案件经验非常丰富，他给我历年来的施工照片，案场超过100场照片超过27000多张，我都不知道怎么挑那加这个 LINE 可以跟助理先描述你的需求，甚至直接传屋况的照片，初步谈一谈之后应该就会去丈量了室内设计是这样就你找谁不是找，就是找而已嘛，就是怕被骗怕被敲而已嘛那我推荐我信任汉一陈老板。那你的房子要装潢那就找汉一室内装修，先加他们先去问一下。双北装潢就找汉一室内装修。买房阿元推荐，总是比在外面乱找还要安全一点。现在就加 LINE 的 ID 是小老鼠HANYI 汉一。